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火力军找到亲戚了，它叫火力舰，是未来美海军的海上第一舰。今天火力军就为大伙隆重介绍一下我这位外表平庸实则战力爆表的父亲戚，看他是如何成为各大军舰寨主的。当然，要是有看上的朋友，欢迎联系火力军，我给你们撮合撮合。火力舰也就是我们常念到的武库舰，它的研发理念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根据美国人的想法来看，这款战舰就是利用各类导弹对海陆空进行覆盖性的三维打击。从这个理念来说的话，那绝对是不容小觑的。这要是打起仗来，海陆空三军死死的被这挺战舰拖死，那你还打个屁啊？没有制海权制空权也就算了，地面部队在覆盖炮火下还没法玩，直接投降了算了。别以为这是个玩笑话，根据美国计划设想上来看，武库舰的排水量高达11900吨以上，并且拥有500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要是500发导弹一轮齐射，那不就活活给人轰平了吗？这就引发一种深思，这款战舰这么厉害，是不是未来就不需要航母了吗？听到这个问题，火力军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如果按照目前的航母编队来看，从纸面实力上，武库舰在一瞬间爆发出的极大破坏力，航母编队还真不是对手。要知道这玩意儿装着500发导弹，足以有在500到1000公里以外摧毁目标的能力。这种全面覆盖的火力，你来一个航母编队真不够看的，分分钟就给你干沉了。不过火力军却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状态，也就是说，航母编队在实战中一定是吊打武库舰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武库舰研发的初衷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首先，这玩意儿别看确实大，舰长至少在244米，排水量过万，弹药携带充足，一轮齐射500发导弹，再加上其他配弹，说它是个变态的火力机器都不为过。不过这款武器由于太注重攻击性，却忽略了战舰的全面性。这款战舰最大的弊端，那就是保障系统繁杂。我们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你说武库舰里面都是导弹，那它在作战当中需要多少保护呢？要知道这可是行走的大金块呀！你别看它造价是不贵，那里面的导弹可是一个比一个值钱。我们就按一枚导弹100万美元来算，那这一轮齐射那就是5000万美元，这还不算弹药仓里的备弹，那加起来妥妥是1-2个亿的资产。这就让许多人认为这玩意儿打起来也太贵了，舰炮才值几个钱，这么多导弹，说实话成本确实高，就算是强如美国也扛不住。更关键的是，这东西贵也就算了，但是也太好打了。这家伙没有任何反舰手段，说白了，除了轰炸就剩了轰炸。单体作战能力弱到爆炸，舰队作战吧，还必须要花费大量资源保护它。空中卫星、保障船只、侦察机、无人机、空中预警机，要对它24小时全方面无死角招呼着。这玩意儿活脱脱就是个大爷。最尴尬的是，这个大爷还非常傲娇，上述的保障措施那是少一个都不行，少一个就极大的影响安全性和攻击能力，那打起来就很明显了。航母编队即使花费大代价，都不用给武库舰的保障系统全打掉，打掉1-2个，武库舰就得趴窝，极大的丧失战斗力。这时候就有小伙伴会说了，火力军你胡扯，美国人想要制造这款战舰，就是想用它替换掉航母，以它为核心打造一支舰队，所以它只需要保证强大的战斗力就行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火力军认为绝对是没错的。不过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武库舰的设想，美国人在上世纪就提出来了，那个时候还在冷战时期，当时近乎疯狂的军备竞赛，极大的刺激了武器的研发和设计。从这点上来说，到了冷战结束，美国失去了最大的对手，自然没有必要维护庞大的军费开支。这时来看，航母的重要性绝对是大打折扣的。那么大型的武库舰的威力就体现出来了，这个东西造价肯定比航母要便宜得多，而且要知道，航母的主要战斗方式还是舰载机。那你既然触动了舰载机，万一出现伤亡了，飞机坠毁那都是小事，优秀的飞行员如果死了，那是真让人心疼啊。所以武库舰的庞大导弹数量直接就可以取缔飞行员的作战任务，减少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损失。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武库舰的存在确实非常有必要。
而且极有可能取缔航母。不过在此之前，武库舰必须要解决反舰反潜的问题。从目前的海军战斗方式上来看，航空母舰的战斗方式更加全面。一旦战火燃起，对于航空母舰而言，它拥有探测预警机，防空有舰载机，反潜有反潜侦察机，航空母舰的安全会得到极大的保障。反观武库舰，没有配备这些先进探测武器，根本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当然，你可以说编队其他战舰可以弥补这一劣势，但还是刚刚火力军说的那样，如果别人给你的某个功能性战舰打掉了，这怎么办？武库舰是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这是武库舰必须要弥补的一大弊端。这个弊端直接影响到其战斗力和安全。这一弊端不解决，武库舰很难在正面战场上战胜航母。另外，更重要的是，武库舰对于特殊海情的抵抗能力非常弱，它在恶劣条件下的行驶速度和发射导弹的稳定性都是至今还不能攻破的难题，这都会影响它的战斗力。这和航空母舰相比起来，就显得非常尴尬了。对于一把武器来说，它的作用过于单一化，再加上航空母舰这件武器怎么说也历经了近100年，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功能性和稳定性都得到了极大的验证，这是武库舰根本无法比拟的优势。那么武库舰劣势如此之大，难道美国是闲的呀？还要将这款武器立项研究？美国当然不是闲的话，拿着这款武器跟大家在扯淡。这款武器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500枚导弹全部采用最先进的垂直发射。火力军把话放在这儿，放眼全世界都不可能有这款战舰的火力强劲，这比舰炮可很多了。一轮齐射，敌方的装甲地面部队简直是不堪一击。可以说武库舰就是地面部队的噩梦。不过火力强劲仅仅是它的一方面优势，它最重要的优势当属是隐身性能了。你没听错，隐身性能。这款战舰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它的隐身性能了。不过你别以为这里的隐身性能就像是隐身战机一样，给他们涂上隐身涂料，这你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在大海里盐度非常高，隐身涂料很难维护。要是在舰体使用隐身涂料，说实话确实太过于奢侈了。武库舰的隐身性能完全是来自自身的设计以及吃水方式决定的。武库舰的舰体采用了圆滑低矮的设计，搭配上锡箔材料来减少雷达反射面积，从而降低被雷达发现的可能性。同时，这款战舰还能用一种非常特别的隐身方式——半潜法进行隐身。这里的半潜法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在这里举个例子，世界上随便拿出个巡洋舰来看，大部分战舰的舰体大多是裸露在外面，只有舰底部在海里，露出水面的舰体面积非常多，这才是正常的巡洋舰在巡航时的状态。不过武库舰不同，它在巡航需要隐身时，可以将舰体大部分潜伏在水中，暴露在水面上的舰体面积非常少。你都在海里了，对方雷达再牛逼，总不能透过海里去找你吧？这就极大的增加了隐身性能。想想如果这款战舰悄悄隐身到战场，这对战局绝对是颠覆性的改变，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不过别看这艘战舰设计新颖，体积大，排水量大，实际上操作的人数是非常少的。众所周知，一艘航空母舰整体船员配比非常科学，但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拿美国尼米兹级航母来说，这艘航母就配备了3200人才能满足其强大的战斗力。不过这艘武库舰只需要50人就能够保证战斗力，如此之大的人员配比差距，让人不禁深思，这么先进的战舰就要这么点人，是不是不够看的呀？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这艘战舰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根据美国爆出的数据来看，武库舰自动化程度非常高，船里甚至还有可移动仓库，导弹打完了还能自动装填。导弹从出库、装填、瞄准、引导智能一体化，根本不需要人员过多干预。更牛逼的是，美国当时也看到了武库舰的缺陷，不就是没侦察吗？我给你装几个侦察机，就连这些后续加装的侦察机都是无人驾驶的，所以这艘船只需要50人，妥妥够了。这跟航空母舰比起来，航空母舰真要落泪呀！哥们儿，这每年花着这么多钱，养着这么多人，你这么大一艘舰艇就要50人，你这不是打老大哥的脸吗？
更可笑的是，一艘航空母舰从研发到下水，少说要几十亿美元。美国福特级核动力航母10年花费140亿美元，这简直是妥妥的吸金兽啊！然而武库舰满打满算不过6个多亿。看官老爷可别以为这6个多亿是造价啊，这6个多亿还包含了研发经费。根据美国人猜想，武库舰最多历时4年，耗费1亿美元资金就能研发出来，随后再花个5.5亿打造出样件来进行更系统性的测试。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差距也太大了吧！这玩意儿排水量大，体积也大，火力占据绝对优势，就是炮弹会贵点。不过炮弹再贵，武库舰怎么说都要比航母便宜得多。这笔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不过如此划算的一笔买卖，为啥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给它研发出来呢？其实这就要说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了。火力军在这里先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在火力军介绍了这么多后，你们有没有发现武库舰很像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结合体？换句话说，武库舰根本就是战列舰，只不过多了一个远距离打击的方式。这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件事儿就非常有意思了。武库舰是不是战列舰的魔改型号呢？火力军觉得这不是没有可能。首先从目前来看，航母编队的地位是绝对不可能会被动摇的，即使武库舰的优势非常明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足以弥补自身劣势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战场环境来看，武库舰很难与航空母舰竞争，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战争中，航空母舰依旧是主流，航空母舰是妥妥的 C 位。不过即使是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航母编队，却也不见得不能加入武库舰。这也就是说，不将武库舰成为一个单独的作战编队拎出来，而是让它融入到航母编队当中去。那这样来看，这个逻辑就非常合理了。武库舰从某些程度上来说就是大型的战列舰，那也就是说各国并不见得做不出这款武器，或者说也并不是没有实验这款武器，他们尽可以拿着战列舰做魔改，随后拉出来试试。不过如果这样一想，武库舰在目前的角度上来看，地位就确实非常尴尬了。作为一个配角来说，实在是配不上他的身份。不过现阶段确实没什么方法，他的缺点太明显，并且问题暴露的非常多。对于大国来说，这种问题是致命的。例如美国和俄罗斯来说，假如说俄罗斯有了这款武库舰，俄罗斯是绝对不敢用的，因为他不敢赌呀，万一丢失了制海权、制空权，武库舰就是活靶子，暴露在美国的飞机之下，美国不给他揍得头破血流就不错了，还能给你发挥实力的机会。不过大国用不了，不代表这个东西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说实在的，它在小国的作用甚至远远高于大国。火力军先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来看两伊战争是怎么打的。两伊战争算是用最先进的武器打了一场最没水平的战争。本来以为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打了7年，战斗力绝对是杠杠的，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咋可能是伊拉克的对手？谁知道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一碰就碎，跟碰瓷儿的一样。原因就是两伊战争双方大多还停留在二战思维，根本就没有想到火力覆盖的绝对优势。如果让伊拉克或者伊朗来一艘武库舰试试，甚至就没有两伊战争的事了。因为这款武器对地面打击实在是太强势了，地面部队根本就存活不了，甚至比海湾战争时期美国 F-117制导轰炸还要强势。所以对于小国来说，这款武器绝对是大杀器，甚至可以说是护国神器。有了这款武器在对手不具备像大国那样拥有强大海空打击能力的前提下，武库舰就是神级别的一款武器。不过目前来看，各国还没有研发出第一艘武库舰。那么能替代武库舰的武器是什么呢？火力军认为非导弹巡洋舰莫属了。从目前导弹巡洋舰的设计上来看，实际上和武库舰非常相似。根据俄罗斯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参数来看，配备的导弹数量也在500多颗。虽然不能达到一次齐射就是500发导弹的效果，但是这种导弹护卫舰的作用相比于武库舰要好非常多。不仅仅是俄罗斯有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美国也是有的。可以说每家的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效果都不比武库舰差。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武库舰无法弥补自身缺陷，尤其是防御力缺陷的前提下，武库舰短时间很难取代导弹巡洋舰的位置，甚至这项计划是否会流产还是个未知数。毕竟对于武库舰来说，它的功能过于单一化，也就是说，在未来战争中，单方面强势的武器并不能左右战局胜负。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各国最开始的部队规模通常以海陆空三军为主，但是发展到现在，海陆空基本整合在一起。例如海军也有自己的海军陆战队，陆军也可以呼叫空中支援，空军更是有自己的空降部队。这些都在表明，未来战争一定是多项整合的战争，它并不像以前那样看重单个武器的强大攻击性。如果要纯粹的说攻击性，当年苏联发明的279重型核战坦克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火力军对未来海战的推测依旧还是以航空母舰为主题而展开的。不过除了航空母舰以外，航母编队的其他舰艇也会逐渐走向核动力。如果未来美国可以针对武库舰做出一系列改变，至少给它再度赋予1到2个其他能力，比如说侦察属性、反潜属性等等。如果这样的话，导弹巡洋舰带来的效果未必比武库舰要好。当然还有这么一个可能，如果未来在发生战争时，对方的海空力量并不强大，美国也大可以将无防护力量的武库舰拉到航母编队中，充当火力覆盖的突击手，这也是一种思路。不过从整体的战略角度上来看，未来只要不解决功能化防御这2个大问题，美国是绝对不会用武库舰替代导弹巡洋舰。因为导弹巡洋舰带来的打击力量也不差，虽然不是瞬间爆发的密集火力打击，但持续性打击也并不是美军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所以如何理解武库舰呢？火力军认为这是一款非常厉害的武器，它融汇了高精尖科技，是美国在舰艇猜想上独一无二的作品。但是这款武器在短时间内不适合现代战争，至少在理念当中缺少了全面性，导致它虽然省钱、火力猛，却忽视了防护和功能，所以它不适合现代战场。不过火力军绝对相信，美军在未来很有可能研制出这款武器，更加全面均衡的武库舰，甚至足以改变未来海战。那么各位小伙伴们，你们认为在未来武库舰是否能成为海军的主要作战装备呢？武库舰的出现能否动摇航母的地位，甚至是改变未来海战的作战方式？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